耗资将近3200亿，我国又一条京藏铁路川藏线工程获得新进展，这也为铁路日后的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铁路建设不仅能够加强西藏自治区与我国内地的经济贸易联系，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，可为我国经营印度洋提供充足的补给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一重要的铁路工程。在观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。第二条京藏铁路川藏铁路，西藏是我国的资源宝库，同时这里的风景十分优美，但是其地势高耸复杂，近几年交通条件才得以改善。我们都知道，第一条京藏铁路就是青藏铁路，这是一条连接我国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的铁路线路，其全长为1956千米。这一铁路在1958年的时候正式开工建设，最终于2006年7月份全线通车。到2022年6月份，累计旅客运行量已经达到了2.6亿人次。而在2023年的时候，该线路的西格段开始运行动车组列车，进一步提升了运输效率。当然，仅仅是这一条入藏铁路还远远不够。我国目前规划了5条进藏铁路，其中川藏铁路就是西藏的第2条进藏铁路。该铁路连接我国的四川、西藏两省，东起成都，西到拉萨，全线长度为1838千米。实际上，早在1899年的时候，我国就初步规划了由四川到西藏的铁路设计走向。此后曾经多次提及这一计划，但由于当时基建能力较差，经济实力也十分有限，因此这一铁路很长时间里都处于计划中。但是进入50年代的时候，我国对川藏线展开勘察工作，因为青藏铁路的建设难度比较低，因此优先选择建设青藏线。到了2008年，我国开始加快对川藏线的建设工作。2013年，这一线路的成浦段正式开工。2014年，成都雅安段开工建设。在2015年，拉林段正式进入到全面建设阶段。2020年，该铁路的雅安至林芝段开工。成雅段是这一线路中修建难度最小的一个线路。这一线路涵盖成浦铁路，长度为140千米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一线路大部分所经营地区都是平原，施工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小，因此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运营。雅林段长度为1011千米，是施工最难的一段，因此直到现在都在建设过程中，预计在2030年之前会建设完工。拉林段全长为402.4千米，其在2021年6月份开通运营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160千米，整条铁路的耗资高达3200亿人民币，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。川藏铁路的建设难度，相比较青藏铁路来说，川藏铁路的建设难度更大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之间是南北向分布的横断山脉，这一山脉面积可达60万平方千米，拥有大雪山、澜沧江等多座山脉、大江，地形十分复杂，且地质灾害频繁，是我国主要的地震带之一。各个山岭与山谷之间的高下落差也十分悬殊，东坡从大肚河谷底到山顶的水平距离只有29千米左右，但是相对落差可达6400米。从高空来看，整个山系就像是巨大的褶皱。这种复杂的地形为修建铁路带来了许多的麻烦。修建这样一条铁路，需要在这种地质环境中跨越14条大江大河，翻越21座4000米以上的雪山，同时还要考虑到地震、泥石流等各种频繁的地质活动。这些地质灾害可能会对铁路的隧道、桥梁以及路基造成损伤，而且铁路经过的一些地方由于海拔较高，多冻土层，同时空气也十分稀薄。就是对于施工人员来说，在这样的地方进行施工作业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。川藏线的雅安林芝段铁路全线桥隧占比超过80%，隧道总长度达到了1200千米，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没有多少路段是正常的。而且铁路建设完成以后，还面临着后续的维护问题，这将会持续不断的消耗大量资金以及人力物力。同时，由于海拔较高，沿线的生态环境也十分脆弱，有一些自然保护区在施工过程中要考虑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，导致建设难度更大规模的上涨。川藏铁路对西藏发展的意义，川藏铁路的造价在3000亿以上，而整个藏区也不过只有300多万人口。修建川藏铁路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可能很难收回经济成本。不过铁路的修建为西藏地区带来的利益是不可忽视的，比如在我国青藏铁路通车的第1年，西藏新增个体工商户以及私营企业就达到了7500多家，而其 GDP 更是在10年时间里翻了3倍。当地居民也拥有了一个对外交流的通道，拥有了更多的选择，不会一直被困在一个地方。可以说，对于西藏来说，修建铁路能够很好的带动自己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员流动。川藏铁路自然也是这样的。另外，相比较青藏铁路来说，川藏线更具有优势。
青海本身的经济就没有那么发达，但是成都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大都市以及经济中心，更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，拥有多家大企业，对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。自古以来，西藏与四川之间就有着密切的交通往来，加强两地的交通，有利于西藏和我国内陆之间融合。通过川藏铁路，还可经过四川这个交通枢纽，前往全国的其他城市，无疑能够为西藏人员流动提供更便利的途径。另外，近些年来，风景优美又神秘的西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，而铁路的修建能够为该地区带来更多的游客。通过发展旅游业，也能进一步带动经济的发展。同时，川藏线正式贯通以后，未来将有可能与我国通往尼泊尔的另一条铁路相连接，形成成都、尼泊尔的国际经济走廊。这也将会进一步加强西藏的交通枢纽地位，提升该地区的影响力。交通地位提升以后，当地居民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，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及就业机会，有利于改变当地经济发展缓慢的这种局面，同时提升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更好地为外地游客以及本地百姓提供服务。我国经营印度洋的战略补给线，川藏铁路的优势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，建设这一铁路背后有着深远的考虑。从战略方面来看，加强完善西藏铁路的交通建设，更是维护我国边境安全的重要举措。一直以来，印度对我国藏南地区都怀有巨大的野心，并且至今都占领着该地区多达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国只有不断的完善交通设施，提升边境地区的物流运输能力，才能够更好地掌控这些地区。川藏线所经的林芝市就是一个边境城市，未来铁路建设完成以后，将能够通过铁路为该地区带来更多的物资，运输更大规模的军事力量，切实保障我国边境地区的利益。另外，从南亚整体的地理位置而言，西藏是我国面向南亚大陆以及印度洋海域的前沿阵地，只是因为其地形复杂，长期以来交通落后，才导致发展受到了各种限制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国才要不遗余力地去修建进藏铁路，未来将会进一步完善该地区的铁路网络，将成都作为西藏地区重要的战略补给基地，而林芝则是面向藏南经营印度洋的前沿阵地。这样不仅仅能够保卫我国的边防，更能扩大我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，为维护我国地缘优势、海洋权益提供坚实的后盾。